上辈子小师弟自己跌入悬崖，却诬陷是我推的他，害我被打为魔族，经脉寸断，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，爆体而亡。再睁眼，竟重回被质疑时，师傅给了我一巴掌。你真是心思狠毒，品性恶劣。看着师傅和兄长都向着小师弟，我笑了。我不能欺负诬陷我之人吗？天雷滚滚，劈向高台。这一次我休无情道。前世我在最耀眼的时候屈辱的死去了，我被打为魔族，魔气入体，经脉寸寸灼断，强撑着抬起头。我的师傅和我的未婚妻细心的护住叶明，为他披上斗篷，修仙100年，他还是那副文弱书生的样子。我强行爆体，用最后的灵力一换3，炸死了这1对半的狗男女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他刚来那一年，那时候我还不是逍遥门人人喊打的大师兄，眼前是初进门派唯唯诺诺的小师弟。也就是在这里，他自己滑落悬崖，反而诬陷是我推的他。他运气甚好，被怪石挂住，连崖底都没进，却给我扣了一顶残害同门的帽子。我被师父重罚，生生受了戒律阁30鞭，在床上趴了1个月。等我再出来，所有人都认定我品性顽劣，心思狠毒。叶明一步步倒退，师兄，你说我要是掉下悬崖怎么办？看着他脸上的笑，我只觉得讽刺。我加快几步，薅住了他的头发，狠狠给了他一拳。这点手段就想诬陷我，我是不是太给你脸了？看好了，这才叫欺辱同门。我折断了师父费尽心机为他锻造的剑，双手流血也不在乎。这剑里最珍贵的玄级灵铁，还是我拼死带回来的。结果师父一句你师弟更需要就拿走了。接着我以暗针为武器，戳进他的穴道。他像疯狗一样的撕咬我，还哪有半分文弱的样子，一个不注意就被他咬了一口。我只好卸了他的下巴。他发出含糊不清的吼叫，风卓成，你个疯子！那也是被你逼疯的。他挣扎着要往我身后跑，没给他逃跑的机会，我一脚把他踢了下去。不就是想诬陷我吗？那我直接坐实好了，自己摔下去太慢了，还是我来吧。玄灵崖下有秘境，掉下去是死不了人的，受点折磨而已。上一世他甚至连秘境的边都没碰到，就被丁若瑶给救了上来，但是我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这一次就当我收取上一次的补偿吧。前世在我与丁若瑶的成婚大典上，我的未婚妻当众退婚，我的师父将我逐出师门。师门不幸，有子败类，欺压同门，与魔族勾结，意图覆灭逍遥门。叶明不赞同的摇头，师兄若是想成为长老，师弟自然拱手相让，何必误入歧途，谋杀同门？说罢，他露出伤口，是劫云剑的痕迹，散发着丝丝魔气。师父，我从来就知道师兄心性有异，不足以修仙，可我真的没想到你会与魔族勾结。你实在是愧对师父的教诲，愧对逍遥门。今日我便替逍遥门铲除毒瘤，守护我逍遥门清白。可那魔气分明是从他身上传过来的，我忍受着经脉寸寸断绝的疾苦，而我的师父和丁若瑶为他护法，唯恐我伤了他。台阶之下，逍遥门弟子在欢呼，为他们英明神武的师弟除去叛徒而鼓掌。明明昨日他们还在助我，天命当此，荣登高台，千秋永结。处理完叶明，正好遇到我的红颜知己华露。前世无人信我半句，只有华露肯信我怜我，可惜连他也被他们害死了。这一世我想保护好他。华露见我身上有伤，忙问我怎么了，我安抚的摇了摇头。他也不多问，拉着我去包扎。过了没多久，丁若瑶就来找我，连额头上的汗都来不及擦。你有没有见到叶明？丁若瑶素日里最是注重仪表，连衣衫都要用花香熏过才肯穿，今日却这样失态。我把他的手从我身上扒拉开，冷淡的回道，我怎么会知道叶明在哪里？华露一脸不高兴，嘲讽道，丁若瑶，你是谁的未婚妻？不知道的还以为叶明才是你的未婚夫呢。自己的未婚夫受伤看不见，一直逼问卓晨。丁若瑶怔愣一瞬，撒娇似的贴上我的手。怎么会呢？卓晨还痛不痛？他抬眼望着我。卓晨，只是叶明是你的师弟，我才多关心一下。他拽着我的袖子摇了摇。不要再生气了，有损心性。还真是能屈能伸。我抬手一巴掌甩了过去。别碰我，脏。他神色未变，笑着说，那我去沐浴过后再来找你。不必了，我不过是在玄灵崖边练剑，伤了自己而已，滚吧。他低下头，貌似顺从的说了句好。他出门后往东走，想必是去玄灵崖了，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。丁若瑶是蓬莱岛的千金，叶明的母亲与他母亲是亲姐妹，按理丁若瑶该叫叶明一声表弟。蓬莱岛关系错综复杂，丁若瑶母亲又早逝，是叶明的母亲收留了他，相濡以沫的情分，血浓于水的亲缘，怨不得。丁若瑶从来没有怀疑过叶明，每一次叶明诬陷我，他都会站在叶明那边，劝我身为师兄，理应大度，宽和待人。他们若是两情相悦，我自然不会横插一杠，但是他想在蓬莱岛有一席之地，就必须和我成婚。可他太贪心了，他也不愿意放弃叶明，人不厉害，胃口可不小，鱼和熊掌都想要。
第3天晚上，丁若瑶与叶明在崖底孤男寡女同在一处，衣衫不整的消息传遍逍遥门。据说被门中弟子发现的时候，二人还紧紧抱在一起，不知天地为何物。怪不得早上我途经各处都有弟子向我投来同情的目光，连画路都欲言又止，劝我不要伤心。当晚我就告到父亲那里，我要退婚。父亲正与丁若瑶的爹蓬莱岛主商量魔族入侵的事。丁岛主闻言拍了拍我爹的肩膀，风玉，你这儿子前途无量，改日我定训斥丁若瑶，让他好好对你。我父亲借饮茶掩饰尴尬，使了个眼色让我退下。我拿出巡山的际遇，凡巡山子弟必携带际遇来记录异常，收纳造册，以防万一。昨日亦然，丁若瑶与叶明紧紧相拥的画面呈现在大家眼前。丁岛主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，又是他。不等我细想，丁若瑶就从外面闯了进来。父亲，风掌门弟子冤枉，只是叶明师弟失踪，我担心不已，才前往寻找。叶明失踪，我逍遥门派出几十位弟子寻找，其中不乏金丹期的弟子。丁若瑶的话在我父亲耳朵里就是狡辩，还是指责逍遥门办事不力的狡辩。怎么就劳动丁小姐大驾亲自去找了？好啊，找着找着衣服都找不见了。如此找法，怨不得我逍遥门久寻不得，丁小姐一下就找到了。卓晨，我并不答话。丁岛主给了丁若瑶一巴掌，闭嘴，糊涂东西。丁岛主拱手一礼，此次是我蓬莱岛无礼，要打要罚，蓬莱岛概无怨言。我只要退婚，这种身心都不干净的女人我不要。若非是你故意。丁若瑶红着眼还想说什么，住口！丁岛主直接打断了他。今日就到此为止吧，风掌门，改日咱们再商讨御敌大计。丁若瑶随丁岛主下山了。丁岛主想拉拢逍遥门的势力，不会为了一个女儿与逍遥门交恶。蓬莱岛不缺孩子，更何况是一个生母早亡、无依无靠的女孩。听说丁岛主想带叶明一起走，说他毁了女儿清白，要让他入赘到丁家。可惜我师父出关了，我师父眼珠子似的护着叶明，怎么肯让他入赘？这事结束以后，满门上下再无人议论我，我也乐得清闲，坐在院子里研究自己的东西。华路来找我的时候，我在练法器。又在这儿练这个，有什么用啊？你受伤之前就在练，天天都在练。华路摸了摸我新练成的小玉蝉，我高深莫测的笑笑，这可是个好东西呢，作用和机遇差不多，不过比机遇更隐蔽。你看，不正是因为有了际遇，丁若瑶才能这么快的离开逍遥门吗？丁若瑶下山后，叶明安静了一阵子，毕竟过不了多久就是5年一度的宗门大比，所有人都卯足了劲儿，想要大展风采。若是拿到宗门前10，就可以代表逍遥门前往青云秘境。青云秘境乃是几千年前飞升大能留下的，里面不光有珍稀灵气，还有不少传世的修炼秘法。若是得了秘法，从此修仙便可平步青云，飞升指日可待。前世叶明在这场大比里拔得头筹，获得了去秘境的资格，在秘境里有了大机缘，自此开启了璀璨辉煌的修仙之路。而在大比之前，丁若瑶说那一日是人间的情人节，有情男女对着凌波湖许愿，就可以永远在一起。他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去，我未见过如此坦率的女子，红着脸说好。低头时望见她眸中溢出的喜色，我以为她是欣喜于我们可以一起对着凌波湖许愿，许下永生永世在一起的诺言。可现在想来，她分明是要我腾位置给叶明。我的仙术在同辈中算得上是出类拔萃，远在叶明之上。我又是掌门的儿子，只要我上场，10个名额必有1个属于我，而夺走这个名额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我别出现。这一世没了丁若瑶，我倒要看看叶明如何拿到最终名额。我利用最后的时间拼命练习，晨练暮修，不敢懈怠，又可怜的握着拳。师兄，我是哪里做的不好吗？我可以改的，你不要生气了好吗？不好，你不是说我霸凌你吗？那我就做给你看好了。我一脸好笑的看着他，自然也没错过他眼底的怨毒。不出所料，他去找师傅告状了。师傅前几日下山镇妖，才刚刚回来，听到叶明受了委屈，连歇息整顿都顾不上，立刻传音要我去听训。卓晨，你是我门下大弟子，何该为师弟师妹的表率，如今竟然做出欺压同门的事情，真是枉为逍遥门弟子。我早知你品性劣，心术不正，万万没想到你竟会做出这种事，朽木难雕，不如早早滚出宗门。云烟君狠狠的一甩袖子，仙气抽到我脸上。师傅，自徒儿进来，您未曾关心徒儿退婚后可有异常，未曾给徒儿分毫机会分辨，就开始训诫。师傅，您从前说过，我不必受任何委屈。那时候我师父刚当上长老，我爹让我拜入他的门下，他对我说，卓晨，作为师的弟子，
必然不会让你受委屈。我们卓臣要当整个逍遥门最幸福的人，可是前世他一次次不问青是非黑白就责罚我，最后也是他出手要了我的性命。他一时语塞，想到当初我的拜师礼，硬邦邦的补了一句休要顶嘴，这次念在你退婚情伤，就先不责罚你，你好生反省去吧。我退出来的时候，早就守在这里的叶明立刻站起身来，看着他期待又不得不掩饰的神色，我一阵厌恶。怎么，期待师傅狠狠责罚我，最好打得我上不了擂台，对吗？叶明，我一字一句的念出他的名字，他吓得一哆嗦，白着脸陪笑道：师兄说笑了，我一直很期待见到师兄在擂台上的风姿。我俯身在他耳边，你看女人的眼光是真不行，背后有势力又如何？连惩罚我都做不到，真是废物啊！我不再理他，大步离开。自重生归来以后，我豁然开朗了许多，境界飞升，但是迟迟没有到元婴。不过这种东西急也急不来。大比前一日，我在翠峰台练习剑术，正好碰到叶明。师兄这些日子这么努力的练功，想必定能一举夺魁，名扬九州了。他这几日一直像鹌鹑似的见我就跑，怎么今日反而上赶着惹我不痛快？我随手使出一道剑气，他直接飞了出去，正好撞进来人的怀里。两位仙君衣袂飘飘，仙风道骨，好一派云鹤风姿。来人是我师父云烟君，以及我的姐姐云鹤君风喜月。卓臣，你性子还是这么顽劣，又在欺负小师弟了。我姐姐笑着摇了摇头，还不快过来给小师弟道歉。师弟，我这弟弟在家里霸道惯了，还望你海涵。叶明含着泪，双眸通红，无声的摇了摇头。姐姐何必急着出头，今日不过是叶明想要与我切磋一下罢了。姐姐不也常与人切磋吗？而且这切磋还是叶明提出来的。姐姐忙着为人出头，没想到反而帮了倒忙。风喜月摇着扇子，多日不见，弟弟口才更胜往昔，不如和我切磋吧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一股凌厉的剑气直冲我而来，我抬剑抵挡，剑被劈成三段，我左手捏诀反攻回去。风喜月被我打得后退一步，再抬眼，他不再是那副风轻云淡的模样，双眸黑沉，别有深意的对我说：卓臣近日进步很大呢，似乎是金丹后期了吧？怪不得在这里伶牙俐齿，耍嘴上功夫。云烟君冷哼一声，即使天资过人，道心不稳固，也难成大业。喜月，走吧，掌门还在等我们呢。他们三人结伴离开了。可风喜月临走那一眼，像毒蛇吐出了信子，湿滑黏腻，在阴沟里盯上了猎物。风喜月天资聪慧，而立之年接出元婴，实为我辈翘楚。他平生最恨被人超越，所以喜欢四处切磋，证明自己的实力。我如今金丹后期，若是结出元婴，比他更早，他这个翘楚地位怕是保不住了。不知道明日比试，我会不会直接遇上他。终于到了大比当日，我一路过关斩将，到了决赛场。中场休息的时候，母亲的侍女端来了一碗银耳羹，吩咐我一定要喝下，等会儿再吃吧，现在吃下，等会儿比试该不舒服了。侍女再三要我吃下，我母亲听说我不肯吃，也赶了过来。我母亲捏着帕子，轻视唇角：卓臣，吃点吧，我亲自下厨做的，我记得你小时候最爱吃这个。我母亲亲自端着碗要喂我，我摇了摇头。母亲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吃呢？母亲回头看了一眼，侍女低头退下，她款款坐到主位上。卓臣，今日的大比，你也知道有多重要，母亲不希望出意外，你懂吗？我看着高位上坐着的华贵妇人，我能看清她繁复的衣饰，优雅柔美的鬓角，却独独看不清她的脸，看不明白她脸上的深意。母亲的意思，儿子不懂。有什么不懂的呢？你姐姐少及金丹，擂打也赢，最是天资过人。今日大比，她必是要夺得魁首，来日继承掌门之位，以后也是你的助力。你一个庶子，何苦去比武场上折腾呢？喝了这碗粥，做一个香甜的梦，彼此也有个交代。我不可置信的看着他，母亲，你也曾是仙道魁首，家族庶出，怎么会说出这种话？就因为母亲走过这条路，所以才希望你走得轻松一点。出鞘期又如何？仙门大会，他们就算说你是出鞘期的高手，可背地里还不是嫌我是庶出，只配给你爹做妾。你以为你不喝，我就没有办法了吗？你在这间屋子里这么久，
早就吸进去了10%的量。我的母亲是家族庶出，凭借自己的本事突破元婴，在仙门大会上崭露头角，引得我父亲一见倾心，非亲不娶。但是逍遥门看不上庶女，一介庶出无家族实权，即便是做妾也配不上他们纯正高贵的血统。闹到后来，父亲甚至直接要与门派一刀两断，我母亲这才得以进门。她进门以后，生活的也很艰难，在宗门里处处受人排挤，直到主母死了，我母亲得以上位，我父亲接任掌门，他将嫡女过继给了母亲，母亲才再也不用忍受被人轻视的苦楚。母亲一直把非亲生的姐姐当成自己的骄傲，我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药，我只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如同被虫子噬咬。我跌跌撞撞跑向母亲，却被她一把推开。你要干什么？风卓尘看着她一脸嫌弃鄙夷，我只觉得可笑。母亲，我能做什么？我敢做什么？这里里外外都是你的人，我能怎么办呢？她渐渐放松警惕。如此甚好，你安安心心的在这里待到大比结束，勿要和你姐姐闹。我合眼点头，药效太过霸道，我已然睁不开眼。母亲放下心来，捏着帕子往外走。待她快到门口的时候，我用尽最后的力气夺走她的帕子，关上了房门。这帕子从她进门开始就一直捏着，想必上面有解药。你这逆子，你要做什么？听着母亲在门内气急败坏的喊叫，我笑得眼泪流出来。母亲，我不愿和您一样的人庶出又如何？我想做山涧的鹰，去他妈的仙门血统论！我想凭借自己得来一切，我也会凭借自己抢来一切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母亲，你引以为傲的嫡女修仙这么多年，却连与我在比武场上切磋一场的信心都没有吗？真是废物！母亲，你的选择烂得一如既往。前世我死的时候，我母亲是真真切切的为我难过，她泪流满面，跌跌撞撞的跑向我的尸首。那时候我以为她是爱我的，或许现在她也很爱我，可是她更爱姐姐和她自己多一点。你就算去了比武场又能怎么样？母亲在里面拍着门。你以为你是谁？我会证明给您看的，风夫人。我对母亲的期待没有了。天渐渐阴起来，隐隐可见闪电。我脚步虚浮，跌跌撞撞的跑向练武场，在练武场门口碰到了叶明。他一身轻便衣装，拿着师傅新练的剑，听说是淘遍天珍地宝才淬炼而成的。对比起来，我手里的弟子佩剑实在寒酸。师兄要的感觉怎么样啊？哦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中的不只是药哦。他脸上露出微笑，还有骨，同根骨，你身上的是子骨。从今以后，你修炼的每一丝灵气都将通过这个蛊虫传到母骨身上，而你永远都不能再突破了。我劝你还是早点回去，不然在这里被打得落花流水，更加丢人。我想着前世今生的仇恨，狠狠给了他一拳，正好打在他的经脉上。他登时泄了力气，接着我掐住他的衣领，飞跃到比武场上。台下是无数观摩的弟子，比武场右边的高台上坐着逍遥门的掌门、长老们，还有风喜月。比武场上刚刚结束一场比试，空无一人，只有我和叶明。我放开了叶明的领子，他如同烂泥一样滑下去。我用尽最后的力气，一字一句说道：风卓尘，请叶明赐教。还没等台上反应，我就出剑直冲叶明。他这个人最是怕死，见我出手立刻躲闪，但是他才筑基不久，又疏于练习，在我手下过不了10招就被我打倒在地。还没等我下一步动作，我体内的蛊虫猛地震动，一口鲜血吐了出来。他趁此机会提剑直冲我胸口，我见势转身，堪堪躲过。给我下蛊之人就在此处，他操控着我体内的蛊虫，想要我当众输给叶明，从此名声扫地。不行，我不能输。我憋着一口气起身，抬剑和叶明继续缠斗在一起。天上的乌云越来越密，黑压压的，仿佛要重重的沉下来。远处传来雷鸣声，伴着雷声，我一脚踹倒叶明，给了他一巴掌。给老子下毒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，屁本事没有，就知道靠女人恶心人的玩意儿，废物！我还想再动手。高台上一清一白两个身影飘然而至，一齐喝道：住手！风喜月钳制住我的手，拽开我。叶明师弟重伤，你看不到吗？对同门你也下得去手？林彦君检查完叶明的伤情，给了我一巴掌，一脸厌恶的说道：你真是心思狠毒，品行恶劣。我心思狠毒，方才我一吐血，怎么不见云烟君、云鹤君前来阻止？我体内蛊虫翻涌，一股鲜血又吐了出来，青色的衣衫被血染成深色，
我满脸是血的抬起头，我心思狠毒，是呀，师傅，谁让我是掌门的儿子呢？我不能仗着自己的身份欺负给害我之人吗？叶明污蔑我欺压同门，卑鄙无耻，给我下蛊，趁我重伤之际拔剑相向，做尽恶事，我不过反击而已。你们如此，难道是要让9天10地的神明都知道我逍遥门纵恶行凶，公私不明吗？我话一说完，一道天雷直劈比武场。我在天雷里站直身子，迎接着我的大劫。方才我对母亲失去期待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自己周身圆满，似要攻城，周围弟子争相逃窜，风喜月也扶剑弯腰，避着罡风离开。云烟君欲走，奈何叶明紧紧拽着他的袖口，他逃脱不得，只能拉着叶明准备离开。我以附魔锁相扣，牵制住他，他挣扎不得。恰好第2道天雷劈下来，在第2道天雷里，他现了原形，一个黑气弥漫的魔物，满座哗然。9道天雷劈下来，我伤痕累累，但我已剑成地，始终直着腰，接受天道对我的考验。修仙本就是逆天而行，更何况我重生归来，打乱秩序。这9道天雷是对我的惩罚，亦是对我的考验。没多久，乌云散去，碧空如洗，我身上被星星点点的荧光覆盖。待我睁眼，耳洞听万里风声，目明见世间万象。我突破到了元婴，不到20岁的元婴。我爹和众长老从高台上下来，诧异的问我，怎么突破的这么快？我拂了拂衣袖，环顾众人，在魔物身上停留一瞬，慢条斯理的开口道，至亲疑我，尊长害我，同门辱我，我历人间苦而自悟，去来如一，真性湛然，风收云散，月在青天。父亲，我修成了无情道，隔着重重人群，我看向又恢复那派仙风道骨模样的哥哥，目光挑衅，原因而已，谁还不是了？弟子们欣喜的讨论着，大师兄果然天资聪颖，不愧为无辈佼佼者，仙门第一。风喜月目光冷淡的看着我，我咧嘴笑笑，他甩袖离开了。云烟君被天雷劈出原形，被逐出逍遥门。我父亲到底念及旧情，没要了他的性命，只废了他的经脉，他成了一个废人。从今以后，修仙修魔他都不成了。前世我就隐隐约约觉得门内应该出了叛徒，仙门与魔族多次大战，却总是功亏一篑。魔族仿佛知悉我们所有的作战策略，即使魔君料事如神，也不可能次次都猜中。我暗中查访，却被叶明他们打成魔族叛徒，当众处死。当时叶明露出来的剑痕，看似是我的剑留下的魔气，可那黑气分明是从他体内涌出。重生以后，我查探过叶明的身体，并无一丝魔息，包括我中的蛊，阴毒至极，分明是魔族的手段。当时我与云烟君同时中了蛊，天雷之下，蛊虫不仅没被劈死，临死前还反噬了他，可谓恶有恶报。至于叶明，实在是身份尴尬，门中弟子对他议论纷纷。当初他跟丁小姐抱在一起，我就看出他是个不安分的。就是前些日子我还看见他和那个魔物厮混在一处，你说他是不是也是魔物啊？难说的很，他可真晦气，就连华露和我在一处的时候也提到了他。门中弟子对叶明多有议论，说他晦气，谁沾他谁倒霉。我笑笑，不置可否。华露疑惑的看着我，你觉得我说的不对？我摇摇头，慢条斯理的说道，对也不对，叶明行事不正，被人议论是他活该，这是他该受的。但是若说谁沾他谁倒霉，那我并不认同。丁若瑶本就心术不正，对他留情，这样的人退婚在所难免。至于云烟君，他本就是魔界中人，潜藏到逍遥门，是为盗取仙门要秘，被发现是迟早的事。这2人都是自食苦果，跟叶明的关系不大。若是自身正，那自然不会被诱。你我也曾与叶明同窗，你看你就不会被他欺骗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那是一眼看出他的绿茶本质。华露再也没提过叶明的事，门派上下的流言很快止息了，因为叶明搬进了我姐姐的院子里。卓晨，如今你和叶明都没了师傅，不如就让叶明去我那里吧，我也好教他练剑。风喜月亲自来翠微峰跟我要人，我虽奇怪，但也笑着应了。风夫人却生了好大的气，自从上一次大比，我与风夫人彻底撕破脸，她便再也没有来找过我。她给我下药的事，被我爹知道后冷落了她一阵子，她更加怨愤于我。可她为了风喜月，还是来了我的翠微峰。为什么要让叶明去你姐姐那里？大比你已经出尽风头了，难道你非要置你姐姐于死地吗？你怎么这么恶毒？我擦拭着秘境里新得来的剑，慢条斯理的告诉她，风夫人是你的女儿亲自来要的人，她是我姐姐，我总不好拒绝她吧。
一个没家族的东西也想入赘逍遥门，简直是在做梦。我抬眼皮看了他一眼，他反应过来，自己也只是庶出。我当初是仙道魁首，大比从无败绩，他浑身上下除了一张脸，还有什么呢？你姐姐可是封家嫡女，天下难修，你姐姐招招手，不知道会扑上来多少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封夫人气势汹汹的走了，我看了眼帘子后面的叶明，他一脸羞愤，可他还是去了风喜月那里。当初天雷落下时，他正在云烟君身边，受天雷震劈，经脉受损，他需要风喜月为他疗伤，但是我不知道风喜月图他什么。风喜月对我越发防备，甚至连门中小事都不让我插手，并且封夫人也沉迷于为我说媒。庶子就是要帮家族联姻的，你别太善妒了。我看之前那个丁若瑶就很好，你非要退婚，难道还要娶天上的神仙不成？境界不是你一个庶子的本事，有个家庭，你这辈子才算圆满。凡此种种，我耳朵都要听出茧子了。风喜月也在旁边助阵，我转头拿了仙门难修的画像给封夫人。果然，在封夫人眼里，她儿女儿的亲事更重要一点，更何况还有叶明虎视眈眈。封夫人开始挑选嫡出了。叶明也不是吃素的，很快叶明和风喜月在院子里衣衫不整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门。这次任凭封夫人怎么闹，风喜月都一口咬定非叶明不嫁。最后封夫人妥协，为二人举行了定亲仪式，让他入赘，但是却不许他进门。逍遥门的规矩，凡成婚必先人间游历3年，见人间疾苦，方能负家庭重责。风喜月临行前来了我的翠微风。弟弟，我走这段日子就劳烦你替我照顾逍遥门了。我歪着头疑惑的问，这是你的家，也是我的家呀，胜负未定，你又何必着急？怎么，你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吗？他走的时候脸色很不好，连叶明的面子都没给，僵着一张脸离开了逍遥门。此后2年，我将上下打理的井井有条，或许是我做的太好，他感觉到了威胁，他又撺掇我母亲受命我为长老，我欣然接受。这一次我的长老继任大典，没有诬陷，没有鲜血，清清白白，有的是对扶苍军风着尘的赞美与恭贺。我举起陪伴两世的结云剑，从今日起，我愿3尺秋水，结云断月，一剑护山河。我终于堂堂正正的拿到了长老的位置，长老继任也要在人间游历1年，这就是风喜月的目的。我在逍遥门待得越久，他回来就越难掌控全局。如他所愿，我下山了，我四处游历，见人间悲喜，解世间不平。在人间，我的修为精进得更快，我为贫苦百姓看病，惩恶扬善，打倒恶霸，教他们播种，为他们祈福。白天我下地耕作，晚上我悟世间法则。修仙从炼气至大成，恰如嫩芽出发，终至葳蕤繁茂。世人谈起修仙，都是勤修苦练，殊不知修仙本是逆天而行。世间灵气就那么多，修仙者多占一点，人间便少一点。红尘远比山涧更能窥见修仙真谛。在人间第1年，我智分神境，我有许多分身，其中一个女相回了逍遥门，其余的分身在人间各处普济救人，而我继续游历，见山见水见自己，直到我来到桐庐镇。这个镇子与我有莫大的渊源，前世我也是在此间游历，恰逢这里瘟疫横行，我以血入药，施以术法，方才压住疫病蔓延。当时我在这里查到有关魔族的蛛丝马迹，没等我彻查，逍遥门便以我消除疫病，居功甚伟，授我长老之位。我毫无防备的回去，却被他们诬陷，死在长老受任大典上，再也无法彻查。而今想来，或许当初的疫病本就是逍遥门故意弄出来的，而我的死恐怕也是他们杀人灭口吧。我来桐庐时，疫病已经在这里蔓延，但是镇上的药材大户吕家趁机牟利，一小份药的价格足足翻了10倍，整个桐庐镇民不聊生。我到的时候，吕家小姐还企图抢我入府，我用法术逼她就范，以正常价格收购了药材，为百姓治病，按照前世的法子，为他们熬药驱邪，暂时压制住了疫病。如当年一样，我接到了门派的传信，这一次的名头是风喜月要大婚了。我留下治病的药方，乘剑回了逍遥门。可惜这个大婚实在精彩，风喜月被绿了，绿他的人是我，或者说是我的女相。我的分身回到门派，本意是替我查探魔族动向，没想到引起了叶明的注意。我将计就计，叶明却托付真心了，
我就说他眼光一直不怎么好吧。大婚前一日，他求我的女相和他一起走。若凡，和我一起走好不好？只要你和我一起走，我必然能让你在修真界声名大噪，流传千古。叶明，我对你并没有男女之情，我冷静的拒绝。那你救我一命可不可以？我知道你怀悲悯，风喜月要杀我，你就救我，好不好？他和我成婚，我是为了一样东西，如今我给了他，他大业将成，等他杀了风卓成，就会杀我灭口。你不信我？见我毫无反应，叶明一脸不可置信。当年云烟君曾经研制出一种毒，中毒之人如行尸走肉，浑浑噩噩，即使用药物短暂压制，1月之后亦会暴毙而死。死亡的人越多，怨气越重，他们要用这怨气打开魔窟，得到人间无上的力量，飞升成仙。如今他们已经在桐庐试验，但要不是我给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。我对风喜月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我求求你带我走好不好？这一次他们要把这件事嫁祸给风卓成，他逃不掉的，我们所有人都逃不掉的，求你了，带我走吧。我挥了挥手，以真身见他，带你走怕是不可能了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么重要的事。叶明一脸呆滞的看着我，喃喃道：怎么会是你呢？怎么就是你呢？第一个毫无目的对我好的人，怎么就是你呢？我看着瘫坐在地上的他，开口道：你总想攀附别人，以为借着他们就能爬上高位，被他们利用，只能说是活该。他哭出声来，仿佛一颗真心被辜负。如今他早已不配入我的眼，脚下尘而已，我无暇管他死活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阻止风喜月丧心病狂的行为。我画出众多分身，分头行动。等我赶到议事堂的时候，门派所有的长老都到了。我父亲坐在上首，风喜月在他左侧。我父亲先开口道：刚刚桐庐传来消息，那边起了疫病，听说是魔族所为。卓臣，你刚从那边回来，依你看是什么情况呢？这疫病发得突然，倒像是有人刻意为之。我来的时候，已经给他们留下了暂时压制的药物。砰！一杯滚烫的热茶直接摔到我身上。到底是压制的药物，还是起病的药引子？哼，真是不好分说呢。说话的是蓬莱岛的丁岛主。风喜月眸中闪过一丝讥讽，面上却是一副担心至极的模样。弟弟，你可不要误入歧途。我知道你在做弟子时，一直尊崇爱戴那个魔物，但你可不能不辨忠奸，不分黑白。那魔物会的这么多，你若是偷学害人，可是会铸成大错的。我抬头，毫不畏惧的直视他的目光。他突然轻笑一声，既然弟弟不肯承认，那就让证人上来，一起分说分说。来人是吕家的小姐吕灿，因为谋暴力和调戏民男，被我打了一顿。小女吕灿，桐庐镇人，因为撞见扶苍君下毒，被他暴打一顿，赶出桐庐，求各位仙君为小女主持公道，救救桐庐。风掌门喝了一口茶，问我：你有什么要辩解的吗？秦长老朝我使了个眼色，立刻开口道：一人之言，只怕做不得真，只怕污了扶苍君清白。在我打理门派时，与秦长老交好，他开口必是向着我。秦老太婆，你休要袒护他。一个络腮胡的大汉立刻抱起，是执法堂的刘长老，我姐姐的干爹。各位长老都先别急，清白与否，等接下来的人说完，不就明白了？风喜月拍了拍手，两个女人走了进来，是华露和好久不见的丁若瑶。听说丁若瑶回到蓬莱岛后不再受重视，很快就失踪了，原来是投奔风喜月了啊！丁岛主一脸震惊的望着丁若瑶，瑶儿，你怎么来了？爹。丁若瑶擦了擦眼泪，女儿当初因为得知风卓尘偷练邪术，被赶下山，甚至被追杀，如今女儿就要来揭穿他的罪行。说罢，他呈上一份文书，里面详细记录了我何时何地修炼了什么奇怪的术法，练成了什么奇怪的法器。华露为他作证，因为他是传说中我在山门的红颜知己，连华露和丁若瑶都抬上桌了，想必风喜月也就这些本事了。那我可要开始反击了。我拿出了我练成的2件法器，一件是摄心禅，一件是剑云屏。摄心禅详细记录了风喜月与丁若瑶还有吕灿勾结，给桐庐镇百姓下毒的事，而剑平云可以与千里之外的百姓交流，我救治过的百姓诉说着吕家的恶行，还有我的善举。摄心禅从当年丁若瑶下山起，我就放到风喜月身上了。至于剑云屏，是我担心桐庐疫情突变，特意设置的，为的就是我能及时做出反应，救更多的人。风卓尘，你果然狡诈，胭脂不是蓄意伪造，只为在今日污蔑我，这些说不定都是幻影。风喜月一脸阴沉的望着我，努力找出我证据中的疏漏。无妨，我也有桐庐镇证人，也让他上来吧。
我的分身早就带着桐庐的李正香身后在外面了。一番举证下来，看似是我占了上风，可封掌门想保住他的女儿，和稀泥地说，这件事容后再议，当务之急是控制桐庐疫病。是，封掌门英明。对，咱们先商量治病之策。众人打哈哈的时候，叶明闯了进来。掌门，窝内风喜月枕边人，我要揭发风喜月与魔族勾结，残害百姓。叶明掌握的证据果然够多，直接将风喜月狠狠地钉在耻辱柱上。风喜月气急败坏，想杀叶明灭口。丁若瑶慌忙上前替叶明挡了一刀，叶明转身把短刃插进了风喜月胸口。变故发生的太快，大家还没反应过来，丁若瑶和风喜月的血喷溅出来。这场闹剧以他们两人的死亡告终。上辈子他们为叶明杀了我，这辈子他们俩因为叶明而死，也算是一场因果报应。桐庐的事，各门派都派出弟子前往救治，很快就得以解决。但是风喜月死后，封掌门就落寞下来，封夫人更是整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门中大小事务都由我打理。一日，父亲把我叫去，如今我的孩子只剩下你一个，你管得很好，可惜你是个庶子，不然你是我最优秀的继承人。父亲，庶子又如何？儿子愿终身守护逍遥门。他疲惫的摆了摆手，算了，血统不纯，你须得再和先祖联亲，生个血统纯正的孩子，逍遥门也能有个继承。我随手挥出一道建议，你竟然已经是大成期。父亲一脸不可置信。父亲，庶出又如何？修真界16000年了，飞升者不过尔尔，如今隐世大能困于化神期者多矣，我已经足够强了，实在不必外求依靠。今日我想接任，是因为我自信我可以做好一个掌门，他日若有更强的人，我愿意退位让贤，掌门之位何必囿于一家血脉呢？父亲苦笑，我如今还有实力拦你吗？就这样，我当上了逍遥门的掌门。我当上掌门那天，华路来找我辞行，我允了。他含着泪光问我，你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背叛你吗？我摇了摇头，不是所有的背叛都要有理由的，或者说这个理由对我来说并不重要，我只看结果，不问缘由。他哭出声来，眼泪跟流不尽一样，衣袖都湿了也没能擦干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应该叫你一声哥哥，我也是爹的孩子，即使我只比你小3个月。他絮絮叨叨了许多关于他这些年受的委屈，关于他的不甘。我望着他泪水纵横的脸，内心毫无波澜，甚至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封夫人对我的爱中夹杂了一丝恨意。他目光期待，希望我说些什么，但我只回应一句，哦。他转身哭着跑了。那日父亲说只有我一个孩子，我还觉得奇怪，毕竟这是人人可见的事。原来是因为他的另一个女儿已经被废去所有修为，我没有要他性命，因为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。前世今生他都曾真心待我，更何况他的背叛斩断了我与世间最后一丝挂念。封夫人派人传信要见我，但我去的时候，他低着头嗅着手里的东西，完全没有理会我的意思。我也不着急，照旧擦着我的结云。掌门事务繁忙，怎么有空在这擦世界？掌门又能有多少事呢？忙的只是人心罢了。从前我父亲最爱拿掌门事务繁杂来应付封夫人，那也是你能力出众，没想到啊，最后还是你当上了掌门。你一个庶子，怎么就当上掌门了呢？他停下手中的针线，望着我，我能清晰的望见他脸上的皱纹。他修为多年无长进，已经连年轻的容颜都维持不住了。庶子又如何？不去试试，怎么知道自己不行？我还是很感激你，给了我很高的天赋。王女侠，封夫人本名王英若，这些年所有人都叫她封夫人，她自己的本名被遗忘在大婚那天，她捂脸痛哭起来。何况是或许是后悔了吧，连封掌门都能到处翘妻，更何况是他呢？可他惮于自己的血统再难经济。我走出门，看万山辽阔，千云叠嶂，逍遥门在我手里变得更好，我修为登峰造极，弟子们出门也有底气。我发布的第一道掌门令是解除逍遥门对血统的限制，无论是什么家世，只要愿意都可以来逍遥门，逍遥门永远是天下人的家。但我的修为止步不前了，大成期，闭眼之命，抬眸看淡，飞不飞升于我而言并不重要，我没有执念，但我欠着人情。更可怕的是，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欠着，只是心里不安。我又去了桐庐，明明是一座热闹的小镇，
如今却空无人烟。我知道我的劫来了。云烟君坐在一团黑气里，他背后是人体堆成的山。你也回来了，对吗？风卓尘。他一脸癫狂，怪不得，哈哈，都怪你，我的计划才会功亏一篑。不过没关系，我还是启动了玄山阵，世间最至高无上的力量终将属于我。现在我的身后是桐庐以及凤顷州的百姓，再往后会是整个天下的百姓。如果你愿意以逍遥门弟子做交换，我可以放过天下的百姓。你真是很奇怪的一个人，我寻遍天下，竟然找不到一个你在乎的人。不过你费尽心力才坐上掌门之位，想必你也很舍不得你的逍遥门吧？我笑出声，接着是放肆的大笑，哈哈，师傅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修无情道，还是你教我的，雨露均洒，则悲苍生。于世人有情而于某人无情，我的执念早就破了。从我恨的人一个个遭受报应开始，我右手抬剑，插入自己的身躯，我的身体散作点点银光，漂浮在他背后的百姓身上。前世我入红尘，救他们于疫困，我死时，他们的愿力扶我时光回溯。今生我以命向偿，偿还因果，灭魔于世。凡修仙者，当服正道心，以救百姓危困为己任。百姓的愿力，才是这世间最纯正、强大的力量。天血金光，我在金光中飞升，